就在8月2号，印度快报爆了个猛料，印度驻华大使馆在上周五破天荒的搞了个开放日的活动。这可是近几年来的头一回啊！印度驻华大使魏加蒙亲自坐镇，那本意呢是想和在北京的印度侨民拉拉家常，听听群众的呼声。最后大家呢在喜气洋洋拍个大合照，发回心得里，这年度 KPI 就算是圆满完成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这本来是想搞一个其乐融融的公关局，硬生生被底下的印度侨民开成了大型的诉苦大会啊！那到场的印度侨民那叫一个群情激愤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疯狂的吐苦水，大家是怨气冲天啊！主要集中在这3件事上。第一件，中文互联网上调侃印度的视频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在单位里被同事的眼神关怀的快抑郁了。还有第二件中国的工作签证材料查的比查户口还要严格，审批速度慢得像蜗牛爬，把人急得直跳脚。还有第三，好不容易带过去的家属在本地根本就找不到工作，一家老小在中国纯干耗着，这生活成本高的吓死人，钱包扛不住啊！这魏大使坐在台上，估计后背的冷汗都下来了。那最后呢，终于憋出来一句神级回应他说：“大家别慌，使馆以后呢会多建几个官方账号，多发点咱们印度现代化的精美宣传片，去消除中国网民的刻板印象。”哎呦喂，你们听听这个话这完全就是头痛医脚，药不对症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中国网友为什么就这么爱调侃他们。使馆把锅全甩给了咱们，怪咱们中国网友嘴太毒，说咱们天天发视频嘲讽他们。其实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三哥这次是完全搞错重点。其实你们国内的大街干不干净，恒河水清不清澈，食物好不好吃，那都是你们自己的家事。隔着成千上万公里，只要这个味儿不飘过来影响咱们，谁闲得慌天天去盯你们看啊？中国网友之所以真正开始反感、调侃甚至抵制他们，其实根本原因是因为部分印度人把他们那套奇葩的陋习直接原封不动的搬到咱们家门口，甚至是蹬鼻子上脸，触碰到咱们的底线啊！这几年有些三哥来中国旅游，看见清澈的水池子，完全不顾安保的劝阻，扑通一声就往里面跳，真把咱们这儿当成他们家的露天洗澡池了。那还有一些人跑到公共场所，连个最基本的报备许可都没有，强行搞他们那个所谓的什么撒红节，就是把那个五颜六色的粉末扬的是满天飞搞的是乌烟瘴气的，最后让咱们的环卫工人去给他们收拾烂摊子，这是对当地文明和规则最基本的尊重吗？还有更让人无语的那现在呢，有不少所谓的印度网红博主打着穷游的旗号跑到咱们这边，他们利用中国人热情好客，在街头打车装傻不给钱，在国内蹭吃蹭喝。结果呢，这帮人一旦回了国，转头就在外网上各种倒打一耙，疯狂的抹黑中国把咱们的热情当成了好欺负这种吃完饭就砸锅的恶心操作，谁看了不火大而最让大家警惕的是某种在其他国家已经被反复验证过的致命移民套路，就是先派几个人通过短期签证混入境，然后呢各种钻法律空子，找漏洞非法滞留，死皮赖脸呢就是不走，等站稳了脚跟，再通过各种亲属关系人带人，把整个家族甚至半个村子都往里面拉。这种恶劣的套路在欧美在加拿大早就把当地社区折腾是怨声载道，乌烟瘴气了那现在他们居然想把这套戏码复制到咱们中国来，咱们网友能不擦亮眼睛高度警惕吗？所以别怪大家调侃你们不是咱们天生戴着有色眼镜有偏见，是你们这些实打实的恶劣行为硬生生把自己的风评给作砸了。印度使馆把这一切归咎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但是其实这不过是西方信息垄断被打破后引发的一场真相核裂变。要是搁在10年前，使馆的这套公关说辞可能还真能忽悠住几个人。那个时候呢，互联网没有这么发达，印度国家部那帮人极其擅长在西方媒体的舒适区里玩弄文字游戏，一没花钱登个头版，西方之款再发个满是图表的吹牛报告，吹一吹班加罗尔的 IT 精英有多牛，包装一下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概念。就这么一套连招下来一个高大上金光闪闪的崛起大国形象就搭起来了。那搞得大家真以为印度全都是宝莱坞电影里那种男帅女靓歌舞升平的富裕景象。但是这几年短视频的时代到来了，
去滤镜后的真实现状就像一把大铁锤直接把宝莱坞辛辛苦苦包装了几十年的神话给砸了个稀巴烂。莫迪老仙儿号称自己超越了日本，是全球第4大经济体。यहाँ की चौथी इकोनॉमी बने, किसी को भी संतोष होगा कि अब जापान को भी पीछे छोड़ करके हम आगे निकल गए。结果镜头一转弯，隔壁就是一眼望不到头、污水横流的贫民窟。过去靠西方媒体帮他们疯狂吹牛的时代已经彻底终结了。那如果印度使馆非要嘴硬觉得这只是中国网友太挑剔了，那咱们就把这个视角拉大到全世界看看。难道现在全地球几十亿网民里，只有中国网民不喜欢印度吗？大错特错从东亚到中东，从欧洲到北美，凡是互联网信号能覆盖到的地方，只要提到某些印度的奇葩现象，底下评论区的画风那简直是高度空前的一致呀！这就叫全球网民的审美公约数。如果只有一个邻居说你不好，那可能只是你们俩有私人恩怨。但如果全世界上百个国家的人看到你都在那整齐划一的摇头发笑，你印度难道不应该关起门来好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吗？咱们再来说说会上吐槽的后2个痛点中国的签证越来越难办，家属找不到工作。这帮印度人遇到点挫折动不动就把这个事儿往中国是不是故意针对我们的阴谋论上扯。3个呀，你醒醒吧，别总觉得全世界都得围着你们转。首先，这根本不是单独针对印度一国那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外籍人员来华工作的管理规定定的是极其硬性、极其透明的，只有真正紧缺的高端人才才给批工作签证，像那些普通的岗位优先留给咱们中国人自己干，这叫保护本国就业。那不光是中国你们可以抬头看看欧美国家这几年它不也在大规模的收紧对印度的移民和工作签吗？以前那种随便来个外企就能在中国舒舒服服的混个工签的高福利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其次呢，是你们印度自己的中介搞出一条恶臭的签证灰色产业链，亲手把你们自己的路给作死了。有一些印度机构那简直是太不讲武德了，他们在中国国内疯狂的注册空壳公司，伪造虚假的商务邀请函，专门帮人搞工签挂靠，人忽悠过来之后呢，根本不去上班直接跑去打黑工，非法滞留，还有大量的人拿着旅游签证混进来转头就去干和申请目的完全不符的工作。你们自己去翻翻新闻，各地公安这几年查获了多少类虚假材料的案子，造假和跑路人多了，出入境管理部门自然要提高防范级别，材料审查的更细致，审核门槛抬得更高。这难道不是你们自己人把规矩给玩砸了吗？能怪谁那至于印度家属能不能工作这事儿，吐槽也没用，因为依照现行的法规，随行家属居留证是不允许合法打工的。那聊到这儿我特别想问问在华的印度人，既然你们觉得在中国面对审查收紧，家属找不到工作这么痛苦，那你们为什么不卷铺回印度去建功立业呢？答案是扎心无比因为他们自己心里面最清楚一旦回到了印度他们连24小时稳定的供电和一口干净的自来水都享用不上。印度天天在国际上吹嘘自己是硅谷 CEO 批发基地，但是残酷的现实是印度自己根本就留不住任何高端人才。那这些高管和工程师在印度国内那可都是顶级的高种姓精英，连他们都在拼了命的往外润。然而讽刺的是润出来之后他们却悲哀的发现，印度政府在国际上四处惹是非留下的烂摊子，最后全要由他们这些海外侨民来买单承受。面对侨民反映出来这3大现实问题，使馆大使给出的终极解决办法居然是多建几个账号，多发点精美宣传片这种回应简直完美暴露了新德里那种大国军营的心理和公关治国的奇葩套路在印度政府的神奇逻辑里遇到了实际问题，他们从来不去思考怎么解决问题的本身，而是充分发挥祖传的营学精神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或者干脆用幻觉覆盖问题。老百姓断水断电，他们不修电站而发宣传片吹嘘电网覆盖率遥遥领先。这外资被抢怕了不敢来，他们不改法律，而发新闻通稿疯狂宣传营商环境大幅改善。这飞机1个月摔一架，他们不查隐患，而是拍军演特效视频吹嘘战力亚洲第一。那如今连自家侨民在海外受挫混不下去了，他们掏出来的终极武器居然依然是建账号发视频造滤镜
印度遇到危机啊，解决方式永远是花钱找公关团队吹 PPT。这种靠公关和包装强行堆砌起来的大国崛起啊，就像是一个纸糊的红灯笼，风一吹，雨一打，瞬间就破洞露了馅儿。莫迪政府现在急着修复对华关系，想恢复直航、放宽签证，是因为他们终于痛彻心扉地意识到，靠嘴皮子是永远吹不出完整的产业链的，靠发几个特效视频也永远换不来真正的大国尊重。所以啊，咱们今天呢也给三哥提个醒啊，中文互联网上的调侃和讽刺不过是一面清澈的镜子，照出来的是你们最真实、最不加掩饰的肉身。那与其花心思怪咱们中国网友嘴毒，不如把这些瞎折腾的功夫用在管束好本国游客在海外的言行举止上，好好去改造改造你们自家拉垮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治理。哪一天当你们的国民出国懂得了尊重规则，当你们别再整天好高骛远的吹牛皮，当你们不再刻意的抹黑中国，根本用不着你们使馆发什么宣传视频啊，中国网民自然会心甘情愿的给你们竖起大拇指。如果这些老大娘的问题你们依然装作看不见不去改，那咱们就5年后10年后走着瞧。到时候坐在使馆里发牢骚的三哥们吐槽的保准还是今天这摊子烂事儿，一个字都不会改变。